2023年嘅年尾，透過 ISA 投資戶口組織咗一個專買英國股票嘅投資組合。嗰陣時我只係試下水溫，投咗4000英鎊，本來都冇咩特別期望啊。點知6個月之後發現回報竟然有 15%， 淨賺咗4000幾鎊。呢個成績算唔錯啦，之前已經同大家分享過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我之前出嘅短片啊。但係投資唔係一時運氣，我想知係咪真係長期跑得贏。所以我決定進一步加大投資金額，試下更全面嘅英股策略。經過呢段時間對英國股市嘅研究，我越嚟越有興趣啊，對投資英股亦都更加有信心。所以喺2024年最後一日，我決定再加碼5000英鎊，令到總投資額去到1萬英鎊。呢個金額對大戶嚟講可能唔算多，但對於我嚟講，已經足夠組織一個更完整嘅進可攻、退可守嘅投資組合啦。喺呢2個月，我不斷買入唔同類型嘅股票啊，但同時亦都留意邊啲股票跑唔起，或者基本面變差，就會果斷咁踢走佢哋。我並唔想捉住啲冇增長潛力嘅股票死守唔放，咁樣只會浪費投資資金啊。咁樣做嘅目的好簡單，就係確保整個組合可以進可攻、退可守。先嚟睇下依家嘅投資表現啦。現時組合大部分賺到嘅錢都來自2023年投資嘅5000鎊。目前總成本1萬鎊，而賺到嘅金額已經超過1000鎊，回報超過20%。如果睇返同一段時間嘅大市表現，英國富時100指數升咗大約 15%， 所以我嘅成績其實跑贏大市。如果用美股標普500指數做一個比較，就發現美股升咗超過30%，英股喺期間多次創新高，但仍然都比唔上美股嘅增長動力。始終美股資金多，創新企業多，增長潛力強啊，所以我自己美股投資嘅表現都比英股好。一直以嚟，我都係用分批買入嘅方式去投資。英國股票跟美股一樣，可以一股一股買賣，冇最低門檻。加上我嘅 ISA 投資戶口冇交易手續費，唯一要俾嘅就係政府印花稅，所以細額買入都唔會影響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我會賣出前景冇咁好嘅股票，將資金換去更值得持有嘅公司，或者加碼更睇好嘅股票。隨住時間過去，投資組合入面嘅持股數量可能會慢慢減少，同時買賣頻率會降低，最終希望可以變成更穩健嘅長線投資組合。最近呢2個月，我換走咗幾隻股票，因為近期政治經濟形勢變化大，加上英美減息步伐減慢，所以投資策略都要因應環境調整。依家我持有16隻股票，其中一隻係美國上市嘅黃金礦業股。原本我淨係投資英國上市嘅公司，不過呢間公司俾另一間企業收購，我獲得咗現金交換股嘅方案。短期內，我對黃金前景仍然睇好，所以選擇繼續持有，並加碼另一隻黃金銀礦企業。目前持有嘅股份當中，金融股同消費股佔咗最大嘅比例。金融股近期表現唔錯，派息又高，所以呢類嘅股份都有一定吸引力㗎。消費股方面，見到瑪莎、Tesco 佢哋嘅股價近期都偏軟，我都忍唔住買多咗少少啊，令到消費類股嘅比重增加咗。呢個組合仲係調整緊，未來可能仲會有變動㗎。始終英國股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領域，要繼續慢慢摸索。如果要逐隻介紹16隻股票，可能要講好耐啊，所以今次先講整體配置，日後會逐隻拆解分析，同時都會分享埋美股投資策略，等大家有個比較。如果你對美股同英股投資有興趣嘅話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啊。另外，我嘅投資網站已經開通，除咗 YouTube 影片之外，我都會間唔中寫文章，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睇下。最後要戴頭盔先，以上內容純粹係分享性質，唔係任何投資建議啊！大家投資前記得做好功課。